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长相思开播，杨紫晒照打 call， 希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备受期待的电视剧《长相思》即将开播，引起了众多粉丝和观众的热切关注。主演杨紫在微博上晒出追剧照，表达了对这部剧集的期待和打 call 的心情，引发了网友的共鸣与期待。《长相思》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由知名导演执导，杨紫等一众实力演员担纲主演。该剧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融合了浪漫与悬疑的元素，令人期待不已。在剧集开播前夕，杨紫在个人微博晒出《长相思》的追剧照，配文写道：“今天要面对观众朋友了，只希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小妖，我希望你一切好运，接下来交给你了。”这句简短的文字表达了他对剧集的期待和祝福。杨紫在剧中饰演小妖的角色，对于这个角色她充满信心，希望能够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难忘的表演。随着《长相思》的开播，观众们的期待也愈发高涨。杨紫作为主演之一，她的期望和打 call 也代表了众多观众对这部剧集的期待和支持。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对剧集的期待和对杨紫出色表演的期待。《长相思》的剧情和演员阵容都备受关注，这部剧集无疑成为了当下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杨紫在微博上晒出追剧照打 call， 不仅表达了她对剧集的期待，更向观众们传递了她对角色小妖充满信心的态度。作为主演之一，她的期望和祝福将激励她和剧组团队更加努力，为观众呈现一部优秀的作品。《长相思》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相信将会以其独特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现，赢得观众们的喜爱与好评。随着剧集的开播，让我们一起期待并见证这部作品的精彩呈现。8.5分，《长相思》书粉不仅房子没塌，还喜提精装别墅，佳作可追。客观来说，企划前期对《长相思》期待值并没有网上那么高，因为按过往追剧经验，言情小说有流行时效，越古早的作品翻拍起来越难对上当下观众审美。《长相思》原著虽然经典，却恰恰属于古早那一类，作者桐华的虐心玛丽苏创作风格，翻拍高光在10年前的《步步惊心》，而非2023年的小荧屏。基于对虐心玛丽苏风格新创困难的顾虑，企划最初并没有将《长相思》列入易爆剧单。然而，一口气追平首播4集故事后，却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部作品有点东西，老瓶酿新，醇香仍在，爆是必然，不爆反是意外。虐点不服，刺痛刚刚好。《长相思》是一部神话作品，上古时期人、神、妖混聚，神族以浩灵、陈荣、西炎3族鼎立，后西炎与陈荣开战，陈荣被灭，西炎将其吞并。结局上，西炎是赢家，过程中彼此都是输家。与陈荣之战，枪玄张婉义氏的父亲，小妖杨紫氏的母亲先后阵亡，小孩童不断经历父母别离，从无忧无虑的表兄妹，一路相依为命，彼此相依。设定其实不算新颖，但无论编剧说故事的方式，还是小演员的表现力，都是看点。镜头不拖泥带水，精准又适度留白地讲完了故事背景与人物情感，两个小演员亦精准呈现了人物的哀伤、无助、相互，从青梅竹马到相互陪伴，唯美又动人。在这里需要专门表演一下两位小演员的演技，实在超出预期太多，互动清新自然，不仅情绪爆发力强，还相当有层次，从期待、克制到爆发，共情能力极佳。好的表演永远是故事魅力的放大镜。经过两位小演员自然又感人的演绎，已经不会有观众想起这个套路有点老，或者认为小孩子的情感戏干，唯有跟着角色一起期待，一起心疼。但故事虐心的程度又不会给观众太多负担，是介于痛与麻木之间的酸。就像小妖与枪玄坎坷的出身，他们一起从父母的宠儿变成无人保护的孤儿，很酸楚，然两人又给彼此的人生点亮了一盏灯，当事人有了力量，观众亦觉得欣慰。故事的虐适当撩了一下观众的情绪后便退节，不如让人觉得憋屈窝火，反而多了期待。这一点在女主小妖迫不得已化名文小六时亦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位亡姬流落神族3不管地带，靠行医糊口，各中艰辛可想而知。
面对小时候做过约定的表哥枪玄，他混不吝外表下包裹的委屈，亦能让人感同身受。然而，最痛的时刻由女主坦然带过，最委屈的重逢由角色的坚韧包裹，没有浮夸的崩溃与执念，更多是生活的无奈与隐痛。故事是虚的，情感却很实在。女主无亲人可依，被抛弃的酸涩一直都在。每一次她产生依赖后的绝望，都是一个情绪高点，但整体观感却不会让人觉得绝望。人物有伤，也有生命力。编剧在悲情风格中寻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点，既可以用微虐撩拨观众带入情感，又不会让剧情太压抑，使得长相思的虐而不暗沉，酸楚的刚刚好。雄竞来袭，买股潜力多。有桐华的地方，就必然有他的传统玛丽苏，步步惊心有 N 为阿哥争若曦，云中歌有两男争一女。到了长相思，同样有着属于玛丽苏的经典设定。在女主小妖的生命里，已经出场了3个男人：枪玄、叶19、香柳。青梅竹马的表哥枪玄与小妖有着至亲约定，有着两小无猜的童年回忆，又带着亲人的羁绊。哥哥对妹妹的疼爱一直没变，命运却给他们开了恶意的玩笑。等待哥哥的小妖经历了太多苦楚与绝望，在摸爬滚打的100年间，苦难磨平了他对哥哥的依赖，而哥哥在100年思念中亦酝酿了越来越深的执念。妹控枪玄与隐形哥控小妖，前期的错过越多，观众对他们的相认便越迫不及待。贤夫叶19，高贵出身，凄惨遭遇，他与小妖有着相似的颠簸命运，亦将小妖视为自己想要抓住的生命之光。事情多变，19的温柔初心一直没变。性转版英雄救美家双方皆有马甲与伤痛过往，让叶19与小妖之间拥有了相互救赎的苗头。他渴望的光是他期待的羁绊，或许亦是他。并教大妖香柳，他与小妖的相遇最不同寻常，别的男主都有温情开始，唯他是血腥暴力撒开缘分的口子。小妖伪装的玩世不恭，在香柳面前通通失效。因为此时的香柳冷漠与残酷是主题，然从香柳因小妖无意中传递的无可依靠之作文小六动摇时，观众便已经看到他未来的打脸史，真香预警。青梅竹马，英雄救美，恶魔之恋，每个男主与女主之间的感情线风格各不相同，都带着让观众脸红心跳的看点而来，又酥又撩，很能鼓人。当然，玛丽苏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呈现的效果到底是土还是撩，关键在于人物传递的情谊能不能让观众产生悸动，因此男演员的颜值很关键。试问一下，谁做梦不想梦到美丽的幻想呢？在这方面，长相思可谓拿了天胡牌，选角团队上了大分。凭证据觉醒年代出圈的张晚意、王选代爆美人邓卫、民选遗珠谭健次，个个都是业内高颜值代表，外形风格各不相同，经验值却很一致，没有一个拖后腿。有了高颜值加成，即使原著已经泄露了最终官配人选，相信纯剧粉也会忍不住陷入买股的快乐，忍不住想呼喊美人版雄竞，打起来，快打起来！精装上阵，神话有味道。古早味的玛丽苏保留住了原始的苏，同时又翻出清新味，是长相思前4集让观众上头的核心所在。而审美与真实感亦是让作品有了精装品相。长相思的审美不仅胜在选角，还胜在取景与运镜。实景山水庭院既然有生活感，又有自然养眼，神族布局也在华丽与浪漫之间有了平衡，终于走出千篇一律的丧葬仙侠风，有了些许色彩。更难得的是，作品恢复了一部分神话风韵，故事背景是上古时代，神族是主宰者，已经有了后世的神仙法术雏形，角色出行即是云间雾绕，宝马香车。与传统神话剧相比，长相思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但与当下占据主流的仙侠风相比，长相思就非常亮眼了，至少它给出的效果能让观众认可是神话。虚浮的神仙术法做出了真实代入，便是成功。运镜方面，美与真实这2个元素相得益彰，神族宫殿的美轮美奂没有被浪费，清水镇的烟火生活亦得到完美呈现，有神话梦幻，亦有人间真实。邓卫饰演的叶19涂山璟出场时，观众不仅认不出演员模样，还很难把他和美男挂上钩，因为人物饱受折磨多年，早已没了人样。剧方不仅还原了失去人样的叶19，还在伤疤细节上处理得极为真实，
不夸张地说，女主帮他伤口时，作为观众的七话，看起来都觉得疼，表情如下。这样的呈现，或许在过往作品里会让演员觉得无法展现美貌，但真实高度贴合角色诉求，永远都是最完美的打开方式，对演员和作品都是加分项。观众不仅因为乞丐伤换装太真实迅速被涂山璟的悲惨遭遇感染，还在他恢复正常样貌时加深了经验值，更对演员的付出给予了点赞。事实证明，真实与美貌是旗鼓相当的元素，为了美貌而忽略真实，只会拉低作品与演员口碑。只有美貌用对地方，真实贯穿始终，才能真正惊艳观众。有真实呈现与优质审美加持长相思的养眼度得分便不可能低，配上剧情看点，首播必然会迎来好口碑。对古装剧爱好者来说，长相思台词风格可能口语化、现代化略显严重，观众经常能从角色口中听到现代用语。这种台词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古韵味道，编剧应该对当下观众多点信心。大众对古风台词的审美并不存在隔阂，一直都是在线的。且不说古装正剧，杨紫另一部古偶香蜜沉沉烬如霜，至今让观众难忘的一点元素，便是有古韵却不绕口的台词风格。古装故事与古韵台词才是完美搭档。但瑕不掩瑜，从瑕疵从台词风格里挑出，也能看出其他方面的出色。这是一部远远高于预期的作品，值得8.5分高推。希望后续剧情能保持水平，向9分加进军。02玉骨遥圆满会员收官肖战时影同龄暑期档。近日，由肖战主演的腾讯视频播出的仙侠剧《玉骨遥圆满会员收官。自播出以来，《玉骨遥》一直高居各大榜单榜首，并且屡创纪录，获得了海内外观众以及各大媒体的赞誉。无论是腾讯视频历史首次评论破1000万，个人角色热度历史首次破5000万，还是互动弹幕破亿的成绩，都证明了市场对这部口碑仙侠剧的热烈反馈。自7月7日起，该剧登陆了全球超级流媒体平台 Netflix，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开启了全球刷脸模式，并且玉骨遥还在全球权威评分网站 IMDb 上拿下了9.9的开分。主演肖战的海外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显著提升，大量海外本土粉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正能量价值观增加了认同感。有别于过往古偶仙侠最新与主角之间的爱恨纠葛，玉骨遥无论是精致优雅的服化道和场景陈列呈现出的极致东方美学，还是由流浪地球特效团队制作的唯美惊艳特效，以及后期关于仙侠精神的回归、家国大义和师道对年轻人的正面影响的内核呈现，都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貌，突破了仙侠套路，唤醒观众内心对国风美学和侠义的重新定义。玉骨遥讲述了清冷孤傲的空桑世子石影和热情仗义的赤足郡主朱颜因一花之恩结缘，两人共克难关，相伴成长，护卫家国的故事。在剧中，石影身负帝王之血，却屡遭磨难，儿时蒙不白之冤被众人唾弃，长大后又经历天命谶言的情爱苦难。尽管如此，他也依然以守护苍生为己任，最终以身救国。这个乍一看容易落入俗套的虐恋故事，因为肖战饰演的石影这一灵魂人物细腻而多层次的演绎，以及故事严谨和厚重的家国观及侠义内核，变得与众不同。肖战饰演的神官石影，跳出过去大众看到的清冷高洁等同于面瘫的常态形象，有小害羞，有小打趣，有青年人特有的纯粹与天真，也有克制内敛、刚毅果决的一面，给角色形象赋予了更鲜活的魅力。肖战对于角色的深入理解以及延展，让剧中人物不至于扁平化和脸谱化。剧中诸多名场面，例如在混沌中心桥时的心花怒放的少年情动，亲眼目睹爱人受刑悲愤下的电闪雷鸣，立心磨练狱时丧母哀伤和悲鸣，雷火天行下坚忍和柔情，还有被观众惊呼演技封神的最后一集，石影被破坏神虚摇附身后的大段瞬时正邪角色切换的场景，让观众大为赞赏和共情。由肖战原声配音的石影在剧中众多正能量的价值观台词，也在社交媒体引起观众们热烈的讨论。剧中设定石影是皇后之子，是从小立志心怀万民和苍生的帝国继承人，也是九夷山少司命，以术法育人的少年师长。故事伊始，石影在九夷山收首徒之时，就阐述了他对立命与力道的理解：学法者何为？上通神明之德，堪为万物立心；下法四时之道，以整离原危难。
若无此心，勿入我门。此处的台词是化用横渠四句，点出守护苍生的主旨，而故事首尾呼应，在最后石影大战破坏神虚瑶时，再次问出了学法者何为的时候，达到了最强音，以整离原危难的利益胜过了过往诸多困于情爱以个人喜好覆灭苍生的同类剧情。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侠义，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仙侠。女娲为苍生而舍身补天，后羿为苍生而射日。中华历史的传承中流淌着家国为重、大义为先的价值观，也是对仙侠剧套路化的全新探索和价值回归。知命而不认命，肉体凡胎是神反抗。学法者何为？以整离原危难。自为人师至一世中，于国于家，于情于理，石影但求本心之泯善，二死三生，以命相搏。文汇报2次刊文评价玉骨遥，称这部东方奇幻凭借创作上的3重转向，在价值意蕴上不单满足情感需求，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最普遍的大众文艺里找到价值归一和精神向度。尤其是对石影胸怀宽广、悯众爱生的塑造，不仅在古装剧中雕琢出见人亦见侠的主角，也拓宽了相关类型的创作视野。仙侠并非断情绝爱，也不隐遁飞升，而是悯众生、救黎民，一往情深。玉骨遥从开播至大结局，在社交媒体引起高度的关注和热议。观众对于剧情的严谨逻辑、隐藏的前后呼应暗示、角色的人物特征表达和美轮美奂的国风美学场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称赞。而由肖战饰演的石影，令人惊艳的古装扮相和出色的演绎，得到了众多观众极其热烈的美誉和喜爱。大家伴随着石影的成长和喜怒哀乐而情绪同频，感叹其为爱情的坚韧，为人子的仁孝，为师长的德性，更为以身献国的大义所敬佩。学法者何为？以整离原危难。石影这剧最初的入门誓言和最终的践行，直击观众的灵魂，引发极其强烈的情感共振。在当代的社会价值观下，玉骨遥以传统且质朴的侠义仁爱和家国为先的中华精神打通跨越古今的连接，成为一部启迪我们文化传承的精品之作。该剧在播期间作为精品好剧引发了现象级热议，在大结局后仍然具有强劲的长尾效应。在各社交媒体上，关于石影的众多经典台词被大众熟知和讨论。我曾经在书里听过“西荒的秋昂扬壮阔，可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其实不只是西荒，整个云荒我都想去游历，去看看如丹青水墨般秀丽的江南，被白雪覆盖洁白如雨的北野，听起来真的好美。待肖战时影看祖国山河的话题被众多官方旅游媒体和大量的观众引用，大家纷纷晒出祖国各地的美景，分享自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